德加的表情还是比较轻松的。今天的第二季打得异常的稳健啊，而且在拿到优势之后，后，终结比赛速度特别快，两局都是10分钟出头。但是我们期待的科研目前还没有看到任何的端倪。UUG 搬沈梦溪，第二季搬了一手大司令，UUG 把杨戬给搬掉了，都搬2强势英雄，也是自己刚刚用过的。第二季是搬了镜，放了鲁大，这是想让 UUG 拿鲁大，然后自己选敖影去打他。长山 UUG 的鲁班父子组合拿了4次，胜率25%，要选。那么第二季这里可以接招的敖影、墨子、敖影、墨子、老虎这几个。影响一场。杨玉环也可以先拿。这是居居很期待的英雄了，而且杨玉环可以在前置位选出来做一手摇摆。对，如果说后面长安 UUG 拿火舞的话，那第二季就可以把杨玉环摇到中路去。然后游走上再看着补一个墨子或廉颇。这个版本因为回蓝装备的一些移除，杨玉环的2技能的耗蓝量也是下降了，前期的一些续航，还有他打出2技能频次有一些小优化。父子组合直接拿。鲁班7号加火舞，那这把杨玉环就可以去中了。正好也没海月了，没有什么天然的天敌。是的，不然的话中路再补，可能是补个1星出来。那第二季3楼敖影得出了吧？敖影是得出的，不然如果不拿的话，后面就要被搬了。对，拿个敖影，然后游走上来个墨子或廉颇。火舞打杨玉环。他后面搬位，第二季给敖影搬了个马超。其他的要么就是封锁一下阿蛋和云离这里的英雄池。UUG 应该是墨子廉颇这样搬，然后后面看看要不要再搬个姬小满。第二季是用了个夏洛特，那其实打父子的话，还有一个关羽，还有个姬小满，然后自己这边是有个火舞的。关羽的话可以看情况搬，但姬小满这个点，他搬了个达摩，达摩也是一样的。达摩的作用跟姬小满是差不多，但达摩的话线上会更强力一点。那感觉都搬达摩了，这关羽应该也要搬。应该是要搬关羽，然后给一个姬小满。可能是感觉花园第2局的状态比较好。然后第二季这里是搬掉了橘右京加上圆坦。对，橘右京、圆坦2个可以在前面跟老虎对抗的。今天源流之子射手还没有出现过。原射现在 T 级很低了。是的，因为戈亚和艾琳都上来了。在路人局的胜率也下降了，然后圆坦本来在上一周的出场率也变高，他整体目前赛场上出场了19次，胜率68%，上周是一度超过了70%多。不仅用它来对到野河，然后对到一些前期需要打强度的阵容也比较适合。狂铁，杨玉环还想再摇一手，但感觉大概率应该是走中了。那这样第二季游走位上还有廉颇可以去选。佛山第二季裴擒虎加狂铁的英雄组合胜率100%。狂铁打白起是可以的，其他站边如果打白起有点吃力，但是如果是狂铁打白起的话就还好。再选姬小满的话，那就是白起打野。白起打野了。对，云离白起打野这个赛季第1把。白起打野加姬小满边路。这阵容看下来 ，UUG 前期有些太弱了。白起的发育周期好久。哇，庄周，这手庄周有点绝杀，这真绝杀了！鲁班大师、火舞和白起三个点，这团战好难打。姬小满也一样啊，你的这个1-2-A1怎么办？主要是这个敖影、老虎和杨玉环这3本来就是不容易被开到的英雄，然后现在加个庄周。就算 UUG 去打那种层次感，一个一个就是堆叠控制，先骗波技能，然后等你保命手段交完之后再去开，但会发现人家就还有一个保障。然后4宝再带一手治疗，我们所期待的科研，本以为是新版本的科研，但是第二季说我老英雄也照样能玩出花活，直接来一手庄周绝杀。哇，这把 UUG， 关键他 UUG 阵容强度前期还。跟第二季比起来，比不了。
就我们最近的比赛，包括今天上一场比赛，像生日 DYG，星河也拿了一把白棋，但是他是对抗路白棋。打野白棋，也许他刷的要比对抗路白棋快一些，但是意味着你前期野区的这个进攻性是比较弱的。然后第二季拿的又是一个刷野频率、刷野这个速率这么快的一个老虎，而且还是一个过中速度比较快的杨玉环。对，中路你又是个不知火舞，抢不到中轴，这把感觉 UG 3条线都有点难受。看看场上有没有选手那种灵机一动。这把还换线吗 ？UG？ 我觉得换也换不出什么花来了。正常兑现，这把就正常兑现了。场上要灵机一动，这把该怎么灵机一动？动动你的小脑瓜。一般灵机一动就是有击杀能力的选手，有击杀能力的英雄去灵机一动，火舞啊、纪晓满还有鲁班大师这3个。那这把就很吃明仔的发挥了。明仔的不知火舞这个赛季用了3次，胜率67%，是仅排在他的沈梦溪英雄胜率之后的。这把 UG 感觉很难打，不像他前面2局的阵容，其实前中期的作战能力是很强的。这把是需要他们运用一些运营和避战的智慧，先去避其锋芒，不能迎着 DRG 这个阵容硬着头皮上的。期待一下双方的第3小局，蓝色方长山 UG， 红色方佛山 DRG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鹿。大家好，我是黄超。这一局比赛，如果佛山 DRG 可以顺利拿下的话，依然保留着不去到 SA 卡位赛的可能。DRG 的话，他有换线。他直接熬影换到上路去了，因为他前期的话跟这个鲁班打，他有点吃亏，然后把狂野推下路抗压。然后纪晓满这里也是延迟上线，直接先帮云里的白起去提速率。对，然后中轴这边 DRG 过得很快，想要进野区，然后发现你这红也没打，但是想反红有点难，因为下路被压了，狂铁1打2就完全打不了。感觉 UUG 前期的野区就跟个筛子一样。老虎时不时就会进来咬一口，花园有点难受，杨玉环过来帮一下。哇，这个线被卡的，状态被压的，太难受了。还没到2级。对，然后我们再看白起，云离有灵机一动，这么大进老虎野区，然后火舞帮他提速，有惩击，来得及吗？婉婉想过来拼，没拼到，被云离反到了，1打2。明仔直接闪了，想留。鲁班大师也过来接应了，那这波很赚，可以救走了。灵机一动在这里，对，这就是灵机一动。你白起进老虎野区，这很少见的。这个我必须要聊一聊云离啊，就在前面的比赛当中，我们听到他们的队内语音指挥的时候，会发现他在这种小节奏上以及前期的部署上是有很大的话语权的。然后包括今天的第1小局，他也打了一波反 buff 的节奏。是的，选手很有想法，而且他对场上局势的判断很清晰。因为知道老虎在反完自己山豪之后，他是偏右侧走掉的，然后下路狂铁又在压力这么足的一个情况下，杨玉环去帮狂铁缓解压力，庄周跟敖影是绑定在上面的，那这个时候其实在左侧河道视野上是空出来的，所以他精准捕捉到这个信息，就进去看一眼，然后发现哎你老虎正好不在，那就知道你老虎后面回去是选择打蓝了，从蓝往上往红区刷的话，第一时间是过不来的。抢中，勾回来再清。那这波抢中的过程当中，白起被耗的一半血了。想往上给个压力。TD 云的实时预测，3位都是看好了佛山 DRG。火舞来帮忙缓解一下。踢起来。但自己被消耗了一下。就是协防，让阿蛋线上压力不要那么大。DRG 这已经开始3人爆边，直接是。给压力了，然后让老虎去一个人吃中线。阿蛋说：“我刚想做下波压力好大，闪了一下反踢，哎呦，这波把兵线给清了，1角而已，但还是倒在了敖影的火魂之下。这波火舞没闪现，跟不了他，然后单靠他一个人这波砸下去，其实无伤大雅。对于 DRG 而言，他是完全不怕的。你这么砸，3个人在这儿真的打不动。他本身手里只有一个经济护手和一个草鞋。对，而且庄周他是。有大招有治疗的情况，他是不怕一个纪晓满这么上的。主要刚刚阿蛋有点进退两难了，他本来坐在塔下就不想放过那一波兵。我们再回看一下，看他这波第1闪砸后排，但火舞首先能量不够，没大招也没闪现，这种是跟不了的，被压的有些难受。他刚刚想的是坐塔下用自己的被动摸鱼回一点。但是不给时间啊 ，DRG 趁你病要你命。
白起这几波趁势发育了一下，还不错，野区有队友提速，然后中路线刚才是跟老虎一样，都是单吃的。这波想开，但是有个庄周，敖乙也赶过来了，给个风魂击退，打在云离身上。云离开个大招往后跑了。看这条4分钟的龙，纪晓白起满先闪。是拼不了了，纪晓满断线去了，只能尽可能稍微做点置换。纪晓满这个位置走不了了，没闪，而开了个大招且翻过来，被闪现追过去。就算梦兰这里不交闪，纪晓满也没了。就庄周和杨玉环也落位了。感觉阿蛋有一点点太过心急了。但这波其实他断线比他不断线会好受一点。因为他如果不断线的话，你正常这兵线等第二季运过来，他就是被压在塔下，这个塔就要不了了。这个兵补起来还补不了，但是他这波把线断干净再死的话，还比我前面说的那种更容易接受一点。只能说现在只是他一个人难受，鲁班7号、白起还是发育顺畅。对，鲁班7号经济跟敖影是一样的。早点先裸一个梦魇。现在当前版本今天比赛看下来的话，反正先出梦魇是绝对没错的。梦魇这个版本的收益也比较高。梦魇这把的话用来限制白起。白起朝到了，拉回来3个，杨玉环有大招可以迂回一下，鲁班大反手再转回来一个 buff 和狂铁。2技能打起来，火舞没有位移了，被敖影给收了。这波团战感觉 UUG 接的又有一点混乱，感觉鲁班大是没有必要再拉人了。后面明仔的话，他是想收早点，想收早点的时候，梦兰正好敖影过来，一个风龙魂，给火舞击退了一下，保了一下早点。云离的出装先做一个血魔，然后婉婉这一把也是个肉虎，直接先做的末世，搭把手，做血魔让自己能更扛一点。肉虎也是一样，现在肉刀和红刀你反正前期刷野的速率是一样的，然后你先做末世的话，打白起速度也比较快。他肉刀就是顶一个中期打团的容错率，对，防止被秒。然后末世的话也主要就是为了打前排的状态。对，肉刀主要的是它的数值。对。火舞有庄周可以解控。感觉一拳打在了棉花上，鲁班7号被动扫射，想开敖影直接大招飞天，然后找后面鲁班7号逼了个闪现出来。火舞这里也交出自己的全部技能，但还是倒了。纪晓满也赶紧2翻了过去，只剩白起一个人，上路被4个人包夹，你奈何再肉也抵不住4个壮汉。纪晓满砸一手，想把兵线给补掉。另外一侧 UUG 的一个射辅双人组想要过中线，想打反节奏，对，想要推一下中塔，但庄周已经过去协防了，那推中也失败。要被第二季反推，4000经济差，老虎还能进红野区，直接把红 buff 反掉。中塔这波交给其他队友破，敖影再回家拿红。UUG 这一把的阵容感觉都没有拖到成型，但是各个边线上轮番的掉点，野区资源全丢。他们团战太难打了。刚才那种团 UUG 开的已经是很有层次的那一种，对，就先让火舞去开的也不错，然后逼了庄周的一手大招出来。但你会发现，你后面再让鲁班大师上去开，或者是白起再开，人家有另外一手手段，什么敖影的大招、杨玉环的大招，都是能够规避的。你全部控制技能、开团手全部交完，你会发现鲁班7号一个人孤零零在那，我只有一个闪现，我能怎么办？他输出环境是有限的。因为这手庄周就要吃掉他们控制链的第一环。纪晓满要换思路了，去带远边线。哇，这4到8分钟的视野控制，全面入侵，都已经快要压上高地了。杨玉环想2闪，距离不太够，被鲁班大师卡了一下。鲁班大师用大招逼了杨玉环大招。云离的状态也被敖影给吓残了。佳绩现在不着急，可以回去再控一下中立生物。看一看敖影这里的装备在憋破晓了，实时的经济，北京虎和敖影也排在了1、2号位。
早点的出装梦魇之后是直接出了一个日暮，叠冷却和法传。这有个庄周在，就这么赶着打。开是不开，感觉 UUG 要急死了。游击开不了，只能被这么打。杨玉环减速留人，然后让敖影稳定的3火输出，不断的抽。是的，庄周也能减速留人。然后间隙还要吃到庄周的1技能和杨玉环的 EA。然后野区又频繁的被老虎入侵，云里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去发育了，又被狂铁给砸了起来，交了一个趁机，赶紧交嘲讽走了，还是被晕住了。敖影无坚不摧，鲁班7号的闪现也被逼了出来。高地门口把线截了，然后这个2塔可以强拆。10分钟，经济差7000了。看看 DRG 是双龙还是求稳，先只拿1个压。结果今天赛场上的呈现，这个集火的特性好像对选手们没有任何的影响，就该怎么打还是怎么打。这波准备开单龙，这种是最稳的方式，因为你一旦跟庄周分开的话，到时候真让 UUG 冲出来强开一波，那 DRG 也挺难受的。而且 UUG 这里有一个鲁班7号的沙嘴炮嘛，也不是没有过这种名场面，还是求稳更好。毕竟 DRG 现在没有小局的容错。再等一个白起的血魔 CD， 还有15秒。中下2路压，先用火魂抽一下防御塔，找机会可以让狂铁的大招先上去压一波身位。哎呦，这老虎一扑，直接把链子给逼出来了。那中路高地应声告破，等下波兵线。DRG 这时候已经有了一个8000的经济优势了。这局的破高用时10分多钟。白起在下路漏了，那这波上路可以直接推。白起第一时间是回不来的 ，UUG 少个前排，这个上路的高地是完全不能守的。看都不敢看。现在 UUG 只能保证鲁班7号去打了，而且要把所有的控制技能用在拆火上。因为鲁班7号的破晓式已经做出来了，要再做一个吸血装。他如果现在再贸然上去开团的话，那就等于自家最大的这个输出，唯一有可能出现一些灵机一动这种反应的鲁班7号就会失去屏障。缩着打吧。DRG 这条主宰拿了一会儿，暗影之境一放，他们就可以打一波了。庄周卡位置，狂铁藏视野，分工协作。这个经济差被佛山 DRG 不断的滚起来，现在已经拉开到了9000多，快接近1万了。中路线清完就差不多。敖影的破军也要做出来了。顺着下路要准备打最后一波团。看着 UUG 能不能扛住啊？只能保证鲁班7号。白起潮潮到了，但是太脆了，正好来波兵线，自己又被动回了一口，还是被老虎一口给咬死了。火舞的状态也不是很好，且战且退，直接被压在了血泉里面。鲁班7号被动再扫了一梭，能不能留到晚晚？差了一丝，虎形他掉了一手护盾，有兵线，敖影大招被逼了出来，兵被清了。这一波协防的还可以，但是云离明显能感受到扛不住啊。那这波 UUG 已经算是开团时机上掌握的很好了，在兵线没进来之前，然后强行跟 DRG 在中路这边接了一波团。是的。哦，这波沙嘴炮也把早点给打残了。这波其实是断了 DRG 的一个节奏。本来 DRG 是正常，你顺着打的话，中路这边压过去，然后直接顺着下路暗影之境先把下高推了，然后在下路顺着那条暗影之境再继续去压水晶。那 DRG 就要再等一波。对，但 UUG 就断了 DRG 这种想法。我们也看到了，现在装备面板上主动装有了不同的一个 CD 冷却的时间，让大家在观赛的时候可以更方便的、更便捷的看到主动装的一个冷却。现在大部分的常用主动装都是75秒的一个 CD。是。刚才 UUG 是坚持下来了，看看这条黑暗暴君 ，UUG
能不能拼一下？先去占据龙坑的位置。婉婉最后一件是补到了一个反伤刺甲，花园处在一个绕后卫，沙子庄周先去看炮打到庄周视野，有点扛不动。被打残了。狂铁进场跟老虎两面夹击，然后庄周过来给了个大招，鲁班枪被飞到人群里秒面了，。给到了恐惧效果。鲁班大神的状态不是很好，被狂铁给砸了起来。重阳回不去了，正面只剩云林一个，白起拽了回来，但自己也倒了。裴景武玩这波3连决胜。那这一波团战佛山第2季大获全胜，5人俱在，那硬顶着水晶，开始魔塔了。点掉水晶只是时间的问题，等中路的兵线就位。这一局比赛顺利拿下的话，也意味着佛山第2季一流依然是保留着留在 S 组的可能性。3比0拿下这一场比赛的大胜，恭喜佛山第2季！今天的第2季。